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季度买入美妆连锁店 Ulta Beauty 和飞机零部件生产商 HEICO 股票，同时，该公司将持有的巨额苹果股票减半。接下来，对冲基金经理迈克尔·伯里在第2季度增加了阿里巴巴股权，同时将总股票投资组合减半。让我们关注星巴克新任首席执行官布莱恩·尼克尔无需在下个月加入公司时搬迁到西雅图总部，公司将为尼克尔在距离西雅图约1000英里的加州纽波特海滩建立远程办公室。接下来这条，巴菲特证实第2季度共售出超过 3.89 亿股苹果股票，伯克希尔仍持有4亿股苹果股票，该公司还减持了美银、雪佛龙等股票，现金储备增至2770亿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麦当劳客流量下降，其竞争对手 Chili's 因推出 10.99 美元的优惠套餐而取得成功，其中包括一款大块牛肉汉堡，售价低于麦当劳大麦克。下面这条， Meta 已关闭 CrowdTangle， 该工具被研究人员和用来监控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。Meta 推出替代工具 Meta Content Library， 但仅限于学术研究人员和非营利组织，且可用性不如 CrowdTangle。 接下来这条， Polestar 在美国建造 Polestar 3电动汽车，以避免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关税。此举是多年计划的一部分，旨在利用合作伙伴的装配厂和技术。让我们关注亚股周四早盘上涨，因美国通胀数据符合预期，缓解了华尔街的市场担忧。随着交易员准备在下个月美联储降息，日本股市领涨亚太地区，澳大利亚股市也上涨。接下来，中国经济未见起色，失业率自2月以来首次上升，因消费缓慢和投资令人失望拖累了经济增长。让我们关注日本股市保证金交易，因日经指数40年来最大跌幅而大幅下跌。保证金交易在日本散户投资者中很流行，占散户交易价值的 70%。 8月9日当周，保证金买入的股票价值下降9070亿日元 61.5 亿美元至4万亿日元，前一周为 4.87 万亿日元。让我们关注亚洲股市普遍上涨，原因是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基本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，以及日本经济数据显示相对健康的增长。日本央行维持利率不变，以遏制通胀，美债收益率相对稳定。接下来，油价小幅上涨，此前2日下跌，因对伊朗可能袭击以色列的担忧盖过了美国原油库存7周来的首次增加。下一条，受房地产危机持续和消费疲软拖累，中国经济在7月的复苏乏力，失业率自2月以来首次上升，达到 5.2%， 工业生产增速较上月放缓，7月同比增长 5.1%， 低于6月的 5.3%。 接下来，软银放弃与英特尔合作开发 AI 芯片，转而与台积电洽谈，因英特尔无法满足其体积和速度要求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猴痘疫情爆发，引发投资者关注疫苗和医疗用品股。此前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的疫情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。日本 Precision System Science Co. 股价飙升 36%， 中国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涨幅超过 5%。 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